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一把牛逼的冷兵器在锻造材料上肯定不能疏忽。了解过日本刀的人，估计都听说过玉钢这种材料。有些说法将玉钢捧上神坛，有的说法又把玉钢贬得一文不值。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褒贬不一的玉钢到底如何。如今我们看一把日本刀，寒光闪闪，造型优美，但这背后其实有一段非常憋屈的日本炼钢史。如果站在日本古代铁匠的视角去看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铁匠，恐怕会觉得他们都是开挂加重氪金的神仙玩家。对于以前的日本来说，打铁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技术，但是打铁需要具备的条件也不是说家家都能负担起的。巧的是，日本就缺这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资源开采技术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日本资源真的匮乏。铁的完全溶解温度在1538摄氏度以上，但是日本却常年难以搞到能产生高温的燃料，而优质的铁矿资源也只有少量富铁矿，例如著名的玉钢产地根铁矿，总储量就非常捉急。在昭和5年开始保护以后，每年只能采6吨矿石，燃料和矿石双缺，这就是日本炼钢的开局条件了。所以日本早期炼钢一直在使用一种叫做松炭的燃料。松炭虽说燃烧时最高温度能够达到1200度，单说这温度也算，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它虽威猛却不持久，全力燃烧没多久就蔫了。当时也没什么神油能帮助它助燃，所以松炭只能拿来凑合。中期以后有人琢磨出了佐仓炭，但效果还是不好。这种一直找不到合适燃料的日子意外的长，直到距今只有300来年的江户时代初期，才有一个叫备中屋长右卫门的人发明了如今的烧烤神器备长炭。这种用胡木烧制的炭可以长时间保持在800度左右的低温燃烧，虽然算不上特别威猛，但所幸特别持久，这才算是找到了最合适的燃料。其实很多人可能好奇，前面不是说没有威猛又持久的碳吗？怎么到这儿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成了最合适的燃料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找不到合适燃料的日子太漫长了，就算没有合适的燃料，日子还得过，铁还要打。于是日本工匠绞尽脑汁开发出了低温环境下也能用的冶铁技术。因此玉钢实际上是一种高低温锻炼钢，而现代的钢都是熔炼钢。铁匠把铁矿和木炭混合后，只加热到不超过1000摄氏度，铁矿石被一氧化碳还原成铁。此时还原的铁无法融化成液态，固态的单质铁在这样的高温下又会和一氧化碳发生渗碳反应，最终冶炼冷却后得到的铁块像海绵一样呈多孔状。这种状态的铁疙瘩又被叫做海绵铁。炼出海绵铁以后，接下来又是一个玄学环节。因为不是熔炼的钢块，海绵铁浑身上下碳含量是不均匀的，所以需要把海绵铁砸碎，判断哪个部分能拿来打造武士刀。含碳量过高和过低的都不能要，那具体怎么判断呢？答案是鬼知道。当时没有现代测量设备，具体判断只能交给铁匠的眼力劲儿。一炉子海绵铁到底能出多少可用钢，完全取决于铁匠对火候的把握，以及炼成后铁匠能挑出多少合适的，最后筛选出来的战损海绵铁疙瘩就是所谓的玉钢了。通常一炉子铁矿最后锻炼出来的海绵铁只有很小一部分能被选为玉钢，是否突然觉得这种东西没那么高大上了？实际上这种土法冶炼钢的品质着实让人不敢恭维，而且由于玉钢初期杂质偏多，也为后续锻刀制造了麻烦。其实如今使用玉钢对于日本刀匠来说更像是一个注入灵魂的环节。玉钢就算再神也不可能屌过现代工艺冶炼出来的钢材，而且由于日本锻刀向来是地区性强，各个流派之间的技术差异也非常大，彼此的技术又不一定流通，也就导致了不同刀派使用的海绵铁也是七七八八参差不齐。只不过抛开性能等问题，玉钢可能是铁匠以有限资源能搞出的最优解了。而利用可怜的条件进行精细处理，
最后锻造出优质的武器，某种程度上倒也衬托了日本刀锻造工艺的优秀。而且话说回来，其实武士刀也并非网上说的那样，必须要用玉钢去打造。上面也说了，日本的炼钢技术一路发展，其实存在技术性缺陷的时间非常长。那么在江户时代以前漫长的战乱年代里，当时的武士刀基本不是玉钢制作的，原因很简单，战乱时期对于刀剑的需求量巨大，而玉钢这种明显慢工出细活的做法是跟不上各家大名巨大的武器需求量的。真正量大管饱的刀才是他们急需的，而那些大名将领使用的刀则是看不上还不成熟的玉钢，而是去选用更好的进口钢材。当时的市场上充斥着南满铁、杜莱铁这种把来源写在脸上的钢材，还有中国进口的滨铁、南亚进口的马来铁，再远点的甚至还有路西亚铁，也就是产自俄罗斯的钢材。这些进口货就不像玉钢需要进行2次处理了，直接锻打，在制刀速度和效率上都飞速提升，而且消耗的人力物力小，也就意味着价格更加低廉。实际上当时由于明朝政府将铁视为战略物资，所以出口有不小的限制，日本商人只能曲线救国，转而去购买铁锅之类的铁制成品，然后带回日本国内。这些铁锅到了日本时，价格跟着翻几番，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而正儿八经玉钢制造的武士刀真正开始流行起来，其实得算到江户时代。随着德川开幕，战乱终结，漫长的和平年代里，大家都闲了，慢慢的是时间给刀匠精工出细活，慢慢炼海绵铁，然后慢慢挑玉钢，最后再慢慢打铁覆土烧刃研磨，一把刀搞个把年都是很正常的。而这一影响延续到如今，就让玉钢成了为日本刀注入灵魂的素材之一，像覆土烧刃一样被流传了下来。今天日本岛根县依然有人在打造玉钢，供现代工匠继续注入灵魂。说了这么多，如果可以选择一把玉钢日本刀和一把非玉钢的日本刀，你会选择哪个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